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微博之夜真的会玩，肖战杨紫投票打破领先，胡歌刘亦菲却成为赢家。昨晚的微博之夜可谓众星云集，出席的明星嘉宾个个身着奇装异服，一个比一个耀眼。除了各路明星争奇斗艳，微博之夜还有很多名场面值得一看。黄晓明杨颖同框，邓超给后排女明星分享口香糖，杨幂吃瓜表情等，给这届微博之夜增添了不少乐趣。1个月前的微博之夜已经开始，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和关注度，微博之夜特地开设了粉丝投票通道。此举无疑是在告诉网友们，本次活动比流量和人气的强弱更重要。要知道，微博本来就是一个玩热度和话题的平台，单纯看流量和商业价值无可厚非。所以，对于微博活动的预热，粉丝们都非常的尊重，从头到尾，各家的粉丝都没有停下脚步。尤其是各家的粉丝后援团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他们要给自己的偶像投票，诋毁对手，到处支持，甚至到处发照片吹捧自己的偶像。毕竟微博之夜的获胜规则是靠粉丝投票，所以粉丝们当然希望自己的爱豆能有好成绩，在微博之夜大放异彩。微博之夜最引人注目的奖项应该是微博天王和天后2个奖项。天王和天后的奖项就像电影节上的电影奖项，是微博之夜的最高荣誉，也是顶流之间竞争的焦点。因为这个假名，杨紫和迪丽热巴的粉丝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，纷纷表示自家爱豆才是人气王。杨幂和刘亦菲的粉丝也因为这件事吵架，一直在网上互对家人不来碰。除了女星之间的激烈竞争，这边的男星也不甘落后，但肖战以突破票数的实力碾压一众男星，成为当之无愧的顶流。根据网友的投票，肖战和杨紫的票数高居榜首，应该是第2选择的天王和天后。但从微博之夜官博发布的照片来看，很多人都觉得迪丽热巴可能才是天后。微博之夜的主办方和评委看到这一幕，应该会很高兴吧？他们甚至可能在偷笑，觉得微博之夜的粉丝太可爱太天真了。在娱乐圈这个大环境要流量的圈子里，微博之夜是没有胆量支持流量咖喱的，所以微博之夜的获奖者评选规则从来都不是按照票数，网上的规则那些奖项只是为了增加微博之夜的热度。在昨晚的微博之夜颁奖典礼上，最高奖项天王和天后揭晓，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大奖并没有落在粉丝投票第1名的头上，而是落在了连投票都懒得去的肖战身上。参与投票，第1个是粉丝数最多的一个，却是粉丝数最少的一个。天后这边也一样，大咖迪丽热巴和杨紫都输了，倒是落在了刚刚官宣成为宝格丽全球代言人的刘亦菲身上。2个粉丝吵架，到头来都是为了别人做嫁接，真的不算太坏。看到这样的结果，台上领奖的2位天王吃瓜都尴尬了，毕竟评选规则早就在网上公布了，票数实时更新，胡歌票数不知道去哪了排不过，结果都上台领了至尊奖。看到胡歌上台领奖的网友们都为胡歌感到尴尬，因为胡歌不需要这样一个不太专业的奖项来支撑，胡歌又不是什么流量咖喱，拿这样的奖是没有必要的。这一看就是为了争夺名额，好歹也有点风头。胡歌完全空降，让人措手不及。当然，这件事最尴尬的不是胡歌和刘亦菲，而是微博之夜的主办方。1个月前的势头完全靠粉丝投票，说明是想流量。于是活动开始前就瞒着粉丝修改了比赛规则，以至于票数破第1的肖战和杨紫陪跑，根本玩不起。微博官方既要热度和流量，又不甘于为他背负大环境，搞了一个轮班，着实惊艳了全场。那个夜晚对微博的运营，吃瓜群众算是了解了。奖项落在谁的头上，全由主办方决定，粉丝再怎么努力，再怎么睡在路上支持，也改变不了。所以奉劝各位粉丝理智追星，真的没必要没日没夜的为爱豆奔波拉票。或许他们早就看懂了比赛规则，很高兴看到大家为他们奔波，毕竟谁不想多一些人气？问号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我们可以追星，但我们要慎重，尽量不要在对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投入大量资金。如果你有这个时间，你应该努力工作。媒体机构的每个人，他们的中心目标是给每个人带来欢乐。他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拿过什么样的奖学金，在最后的考试中几乎与我们无关。
简单的看看它，不要做太多，自然而然的行动是有效的。02大功告成地点：李现驻威迪丽热巴驻杨子，周深驻谭维维仙群，好正人君子。春天的风景很美，花开得恰到好处，正是出游赏花的好时节。部分快车穿过花海，驶向海边。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许多航班穿过雾海，缓缓降落在海边。潮起东升，众星云集，是一场一般的媒体盛宴。妖艳上海滩，胡歌、曲亚轩、迪丽热巴、杨紫、李现、周深、谭维维、单依纯、高野、肖战等众多大牌嘉宾组织了一场扮红袖的扑的活动，100百分比超级明星服务。精彩服务所在地，星光璀璨。刚开始当奶爸的胡歌多了一份妩媚和文静。时代青年会的曲亚轩每逢遇到长辈，都会咧嘴一鞠躬，一晚上就迎来了无数的家人。精致的一贯幸福的少年，太有魅力了。经过时间的沉淀，获得最终的创造力。王一博一身深色西装现身，戴着一对暗绿色软牛皮手套，帅气又不失奢华。他们似乎是骑自行车的人的手套，并且具有巡洋舰公路的感觉。我喜欢。明于水上，微微波涛不绝，微风轻拂，花香四溢，谁都不能错过的肖战，太有魅力了。魅力四射的肖战其实是个尊贵的富豪，不卑不亢，冷若冰霜，魅力十足。台上这么多条，差点出丑。盛大晚宴的点赞名单被报道，包括迪丽热巴、杨紫、李现、周深、谭维维、单依纯、高野等众多大牌嘉宾。上信欣喜地发现，有了作品的托付，他便开始了自己的幻想。他要求珍惜，继续前行。易烊千玺获得年度优质电影制片人，迪丽热巴、李现、杨紫获得年度表现力艺人奖，高野、郭跃明、童谣、汪洋获得年度魅力艺人奖，刘雨昕、欧阳娜娜、单依纯获得年度魅力艺人奖，进步艺术家蔡徐坤、谭维维、王源和周深获得了年度表演者的殊荣。容许的曲子终于登台了，耐人寻味的音乐在仪式上响起，令人惊叹的第二个出现了。镜头感十足的年度表现力艺人迪丽热巴要大放异彩了，有气质，有台词，讨喜，干练，有作品的杨紫也将出现在观众面前，魅力四射的李现也将出现在观众面前。身穿拖地长裙的迪丽热巴缓步上路，李现松开手帮忙。李现在帮助了迪丽热巴之后，又一次帮助了杨紫。李现彬彬有礼的性格可见一斑。在年度新锐演员颁奖仪式上，谭维维获得年度女艺人，周深获得年度男歌手，功勋恭喜！处理谭维维裙子和人群的精致贵公子周深，扶着谭维维掀起裙子，像跳探戈一样走了很远。尚欣其实还记得他们俩在观众面前感动和获得资助的情景。他是一个清秀高贵的公子哥，上海赫赫有名的正人君子。为老妪扇风，为妙妇人掀裙子，撑伞是好，赚物再平常不过。在他的眼里，他能看到别人的要求，能处理别人的情绪和感受。对于周深来说，这就是他10多年来的日常。无论镜头前还是镜头后，无论是从前的默默无闻，还是在被无数人崇拜的时候，他总的来说都是那么的励志、尊贵的伟人。03胡歌刘亦菲 CP 感尽失，一人更替让18年的轰动屈辱。加速了好久的微博之夜，终于到了一个关卡包容。当晚，协调人特意安排胡歌和刘亦菲挨着坐，这是自《仙剑奇侠传》以来很久以来两人之间为数不多的近距离接触之一。毫无疑问，凭借其强大的推动力，这对每个人来说都很突出。胡歌和刘亦菲是谁？两个相近的名字，都算得上是上个100年的交代。更有实者，当天晚上，微博官方直接将微博主和微博君授予了胡歌和刘亦菲。胡歌获此殊荣后，在话语中也格外问候刘亦菲，终于要感谢刘亦菲了。为什么？大家都知道我和她是赵薇和李逍遥了。刀剑神域，当年我们一群年轻人曾经定下10年的默契，而赵薇当年的愿望就是相信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幸福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愿望，小姚现在变成了最快乐的人。看看他们两人的本质，整个组织都该嚎啕大哭了。所有人的回忆都被搅动了，感悟也都回来了。终于，他们看到了穿着同样外壳的李逍遥和赵等。微博也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尝试，
为两人编排了大量热议话题，主播疯狂剪镜头。不管怎么说，坦白说，当胡歌和刘亦菲再次站在同一阵线的时候，有网友就格外不当，直截了当的抹杀，说怎么都感觉不到 CP 的感觉。两人中的一个失去了青春期的欲望，变得安静、孤僻，目前不谈恋爱、不结婚，并正式宣布当爸爸；一个是积极进取，走向全球，只为做云上的大明星，不屑于和其他1985年出生的小花玩。在两人的合照中，我们感受不到任何化学元素的 CP 感，反而觉得两人很疏离、很陌生。如果有好心人仔细观看了整场晚会，你会发现刘亦菲很少和身边的胡歌交流，但是胡歌和刘诗诗的聊天非常有劲，甚至从肢体语言中我们也能敏锐地看出，这是一种科学的看来。合影中胡歌的身体总是偏向于刘诗诗这一边，而不是刘亦菲。因为确实刘诗诗和胡歌之前是同一个公司的，而且两人的关系一直都很好，他们之间的交流从未中断过。同时，他们的合作次数也远超刘亦菲，离得近一点是正常的。不过，胡歌和刘亦菲在第一次合作的时候，并不是很要好的朋友。为什么他们能给大家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，让观众有这样的 CP 感一出屏幕，让80、90后两代的心里都忘不了李逍遥和赵灵儿？归根结底，两位演员真的过了那个年龄，开始转型或者已经转型，已经不具备互相产生化学反应的基本条件。先看看胡歌，他已经是转型成功的小生，早已远离古装偶像剧，有了《琅琊榜》伪装者，再到后来的《县委大院》，大家几乎忘记了他当年少年侠客的形象。人们在肯定胡歌演技的同时，别忘了一件事。如果今天让胡歌来演李逍遥和景天，他就再也演不出来了。至于刘亦菲，她的口碑基本上是靠美貌维持的。进军好莱坞失败后，她重返古装偶像剧市场。梦话录是不是爆款剧要看数据，但数据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给人们一个答案。不管怎么说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作为在八五花中率先出场的刘亦菲，她并没有像其他女演员那样急于转型。作为青衣人，她更看重国际市场的时尚资源，脸蛋够好看够天使，其他附加条件压根就没有。所以在这样的场合，她只要摆出一副我最美的样子，其他凡人不愿染指的样子，才是她粉丝最想看到的画面。总的来说，这一波有话题节奏，有炒作，也有一定的情绪化，但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